请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来看看今天请来了几位老师是谁？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；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薇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品宏老师，欢迎；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在情感当中遭遇了怎样的困惑。各位请看。我和他结婚已经7年了，相处时间久了，我发现他特别的懒。他现在看我什么都不顺眼，每天对我挑三拣四的。我只是不会做饭，但是在他眼里就什么都不做。孩子也是我一直在带，他也很少帮我，偶尔带一次就受不了了。而且他太大男子主义了，每次一句不合就和我吵架赌气，还动不动就提离婚。他既不能当好一个好儿媳，也不能当好一个好妻子，还不能当好一个好母亲。你说这样的生活，我怎么能和他过下去？我觉得归根到底就是他变了。我希望他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不要再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了。到底是你变了，还是我们的感情变了？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杨先生30岁，来自安徽，机电工程师，有请杨先生。王女士31岁，来自河南，电商，有请王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你这小片里面说那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叫“不是好儿媳”，是吧？对，不是好妻子，不是好妈妈，怎么还不是好儿媳放第一位呢？为啥呀？因为我感觉他不孝顺嘛。哦，不孝顺。对。哦，所以你要离婚是这意思吗？是的。是的。你看吧，毕竟我们家也不远，1小时路程吧。每次回家都是我一个人，你说爸妈他们怎么不会心寒呢？其实我对他爸妈一开始也是挺好的，也是很关心体谅的。像家里养了几十只鸡，我怀孕的时候我不提，他爸妈都不知道，主动给我杀一只给我吃，给我补身体。那时候我想吃鸡，我都不敢去买。我怕买了，就是说让他爸妈难堪嘛，然后我都只能买鱼吃。但是最后我不愿意回去，就是因为，刚开始我们收入也比较少，我想找一份工作，让他们到合肥就是帮我们带小孩，然后他们就是不愿意来带。哦。然后一直等到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就是说才找了一份工作，小孩放假了休息啊，都是我带到公司边上班边带小孩的，都不管不问呢。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事，后来才不怎么回家的。哦，听明白了，就是历史的积怨，是因为怀孕期间，你的公公婆婆不体贴你，再往后是因为需要公婆帮忙带孩子，没帮忙带孩子，所以你心里是堵得慌，是有气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，最近爆发出来就是前几年我妹不是来我家了吗？你妹去你家了？对，我妹，我们家离我很远是吧？就是几年来一次。然后她说她要回去带菜，然后我想着，哦，这一次总会带一只鸡过来吧。然后结果呢？不是你们这就是一只鸡就在那儿干上了。主要是她说回家带菜，那你如果说是一般的菜，你回家带什么菜呀，是吧？我肯定想着会带一点。等于她回家是拿菜去了。带一点就是说在市里面不好买到的菜是吧？就是说带点土鸡啊、土鸡蛋这样的。然后结果她回来两手空空的。我说你怎么没有带？她就说那是别人的，你就不要想，就是感觉我要啃老一样。这个就不太应该吧？其实不是说别人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你叫过他们爸妈吗？不叫爸妈是因为有一次我们两个吵架，他们看到了都不拉。所以你不叫公婆，叫爸妈是吧？我一开始叫，我后来就不叫了。哦，看来矛盾还挺……行，听明白了，一只老母鸡引发的血案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小孩都7岁了，爷爷奶奶都没有给小孩买过一件衣服，哪怕稍微给孩子哪怕买个9块9的衣服，他有那个心意了。就是先生心里有气，妻子心里也有气，是这意思吧？
你觉得这个自己的公婆对自己不好，先生是觉得自己的妻子没有做好跟父母的这个工作，所以才导致成这样的，是吧？那你怎么不在中间润滑润滑呀？本身他这个人就没做好嘛，对不对？你的人呢？问你是怎么做的呀？我是怎么做？哎，你回家吃老母鸡吗？说实话。他回家他妈会给他下鸡，但是我回家的时候都没有。好，第一回合咱们就过吧。你也承认不是好儿媳，但是是有原因的，是还是不是？是的。因为公婆对我不好，所以我也对他们不好，逻辑是对的哈。好，行，不是好妻子啊。不是好妻子，就是说她实在是太懒了，什么事都不做。说她手不能碰那个油腻的东西，你就不做算了，我做。然后呢，洗衣服也是一堆全部放洗衣机里边，然后洗完了以后也不知道晾，然后等到我打开的时候，那都臭了。我上班我在忙呀，你上班我不上班吗？那有的时候我会忘记啊，也不是说经常那个样子。你忘了1次2次那也就算了，好多次都是这样的。家务的话，你不就做个饭吗？然后那拖地什么，你不也是我做的吗？你拖，你就偶尔拖一次，而且看得到的地方好你拖一拖，看不到的地方该怎么脏还是怎么脏。最终那还是我做做的多呀！你只会挑毛病，做个饭你也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天天指着邻居说，你看人家孩子带的好，家务做得好，天天就是想让我跟别人比。问题人家没有上班呀，我还在上班呀。你不上班，同样这些事情你也做不好。你看你娇气的，洗个衣服说啊我手会起泡，然后会皱，做个饭啊那油腻腻的，是不是？反正行，还说不是好妈妈啊？说说吧。就月初吧，孩子领成绩单，全班的同学40多个人吧，40几个人，我具体我也不清楚。那你这个爹当的对吧？行，接着说。然后大部分都有奖状，就我们家小孩没有。我回来我肯定恼火，因为辅导孩子这个工作，基本上他就是在搞在管。孩子多大呀？7岁了，上1年级了，因为一直都是我在辅导，然后他也没管过。结果他领成绩单，发现成绩不怎么好，第一件事就是责怪我，都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。因为考试前几天我在考驾照，我让他辅导几天，他都能睡着，他自己做的都不怎么样，他还在责怪我。当天我们就又吵了一架。我责怪你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你每次辅导的时候，你都在玩手机。不是，那你在干嘛呢？我在做家务事啊，还家里一大堆事情都要我干呀。我看手机是因为我也上班，我也很忙，偶尔就是说可能坐下来闲下来了，边看着小孩写作业，然后偶尔看一下手机，被你看到了，你就要讲。就这2件事，哪家不上班？我也上班，但我回来我做了多少件事？我说要辞职，你为什么不让辞呢？我说我辞职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，你就是骂我不去找工作，又不敢让我辞职。事实啊，对啊，我承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什么技能。他现在到底是做什么的？资料上说是电商。对，电商就是开网店的。对，基本上他在家里只要有台电脑就可以工作，就这个意思。听明白了。所以他时间很充裕的，你知道吧？因此你想跟他离婚是吧？对父母不孝顺，对家庭照顾不够，对孩子又不上心，是吧？你的意见呢？他想离我就跟他离啊，问题是他离婚他也就嘴上说说，我要离他又不离了。但是我现在忍受不了他了，然后你忍受不了他了？对啊，他老是这个反转想我乱花钱，我自己挣的工资我自己就是说家里的吃穿住行都是我负责的，他还想我乱花钱，天天问我你的钱都存到哪去了？不是你们俩的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怎么管呢？他的工资他就还房贷，然后我的工资就是家里的吃穿住行啊，水费、电费、物业费。知道了，这财务上也。然后他还嫌我没存下钱，然后你存钱了吗？我存了呀。你知道他存了多少钱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控制他，但是他却控制我。行。他衣服一年到头都是我给他买的，他自己都不买，都等着我买，到最后还问我的钱去哪里去了。啊，这是在经济上他有点抠门。是的。还有什么原因让你想跟他离婚呢？还有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又吵了一个架吗？啊，就是天热了，我说可以开空调了，他就说你见谁家开空调了？然后我说你看呀，就是别人家那个空调外机都在响，他就这样讲了，说反正我就不开，我有理都那样。不开空调这也闹离婚呢？这为啥？
我擦个桌子，我用张纸擦，他就要用抹布擦，反正就是跟我观念不一样。啊，那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谈在一起的呢？当时我感觉他会过日子，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节俭。你们俩男孩女孩啊？男孩离婚之后打算跟谁啊？跟我，但是他还想跟我跟。是跟他还是跟你啊？我听法院的，我觉得要是我带，绝对比你带的好。那你就带呗。我可以。你觉得，哦，一个男人不应该到外面闯一闯吗？是不是？你整天把我困在家里，反正你就是从来没有爱过我，所以你才这样。我不爱你，逢年过节的时候会给你送花，会给你送礼物吗？对不对？吵架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向你认错？你是叫我认错了，但是还没有好2天又惹我生气了。我问，确实不想跟他过了是吗？我感觉，真的是没办法过了。哦，这个又懒，又不能做事儿，对，又拴住了一个男人伟大的脚步，对，那是不是要跟他离婚啊？我是想跟他离婚，因为不想跟他离婚的原因是：第一，我舍不得孩子；第二，我感觉我愧疚了他。你愧疚他什么呀？因为当初认识的时候，我本身也不是说太认真，然后他们家人都反对，因为他的执着，因为他的任性，最终他还是愿意跟我在一起。所以说他大老远嫁过来，不，你我也不忍心。对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本身不是太认真是什么意思？对于本身我就发现我们俩是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那为啥还要结婚呢？结婚不是因为他的执着吗？对吧？你就是喜欢他多一点嘛。说白了，是不是姑娘？如果你不主动嫁给他的话，你们俩其实也不能结合在一起，是这意思吗？是的，等于他让我走了1步，我就向他走了99步。哦，所以你会觉得对不起他是吧？这段感情还挺拧巴的，你把它完全拼凑在一起，大概是这么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姑娘，但是没那么爱，结果没想到这个姑娘就全心全意的爱上了小伙，抛开了一切，要嫁给这个小伙，骑虎难下，小伙就娶了这姑娘，娶了之后就发现2个人原来有那么多的不合适。今天是谁要来的？是我要来的。来的目的是？就是他老是说我对父母不好，对他也不好，然后说我这家务也不做，对儿子也照顾的也不好，然后一直都是认为我的错，然后我也想到底是谁错，就是说让大家来评理。哦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俩想离婚啊？那离去呗。都聊到现在了，每个人站那儿都说我没错。不是说我，每个人都有错。不是说我没错，知道吧？我为什么不离婚？刚才我也说了，我第一个，我问你了吗？我不想让孩子没有。我问你了吗？我说你错了，你就要听我说你哪里错了。如果你真的错了，你就回去改；如果你没错，你就听一听。你知道你们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就是男生一直在以自己的主观判断来做你们的情感判断。我问你啊，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老公吗？你是一个好老公，你太太怀孕的时候想吃鸡，你给她炖了吗？炖了，只不过少一点而已。炖的是你爸妈养的鸡吗？还是你自己去买的？我爸妈养的也有。你爸妈养的也有。你是一个好儿子吗？你有解决好你父母？我认为我是个好儿子。你有解决好你父母和你妻子的关系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我妻子不理解我父母对她的好。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其实不想说老一辈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老一辈是勤俭持家，他们有他们的态度。但是，就从你回家，你爸妈给你炖鸡，他回家甚至怀孕的时候不给他炖鸡来看，你父母做事情是有偏颇的。当然，疼自己的儿子一点毛病都没有，但是也同样要疼自己的儿媳妇，嫁到家里就是一家人。而你在这个问题当中最错的就是你并没有协调好双方的关系。所以你是一个好先生吗？你是一个好儿子吗？你是一个好父亲吗？你是一个好父亲，你不知道你孩子班里一共多少个人？你说倒数第几名啊？你是一个好父亲，你有像别人家的父亲一样去陪伴孩子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人家孩子有奖状吗？
因为爸爸妈妈和睦相处，因为可能父亲给予了更多的陪伴。你刚刚口口声声说他不就是上个班带个孩子吗？他还干了什么？那我想请问，你不就是上个班做饭吗？你还干了什么？所以不要老是说你太太的问题。诚然，她有你刚才说的很多问题，但是你同样不好。而且你知道你最不好的地方在哪儿吗？抱怨，就是什么事儿都怨他啊。自己创业失败了，也是因为当时跟你吵架，房子的事情没买，所以房价涨了，也是因为跟你吵架，所以我们没买房。这中间没你的问题，没你什么事儿是吧？都怪他。你怨天怨地怨媳妇儿，唯独觉得你自个儿没错。说女生啊，公婆呢，给你炖鸡或不给你炖鸡都是人情，但是我们管人家叫爸妈是本分。你有给老人买过礼物吗？有买过，多少次？反正就是过年的时候或者有。是每年吗？还是只有1、2年？不是每年。对呀，那凭什么人家要给你炖鸡，然后你连爸妈都不管人家叫？人家凭什么还要把鸡给你拿回来吃？你对老人没有基本的尊重。他们有他们老一辈的那种轴，你知道吗？但我们做子女的孝顺是前提，这也是为什么你先生一直纠结在你这一点。所以没那么孝顺就是没那么孝顺，有点懒就是有点懒。对吗？我承认。带孩子有时候不认真就是不认真，他说的也没毛病。所以你们两个在这儿跟我纠结说我没错啊，他错了，都错了。只有看到自己的错，才能忘记别人的过。每个人都认识到在这段婚姻当中自己的问题和错误，并且坦诚地跟对方讲，你说的对，我错了，我愿意改，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家。好吗？自己去检讨自己的问题，你们俩离不了，自个儿回去改。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泽言老师。来，曲总，男生说个心里话，你其实并不爱这个女人。我爱她，我绝对爱她，我发誓。你知道你为什么吗？你当初明明知道自己并不十分爱她，所以你用了不太认真。你爱上的只是她的执着，或者说你爱上的只是她对你的好。这种好让你产生了幻想，她一定是一个逆来顺受的女人，她对我的父母一定是100%的好，不需要我顾及她的任何感受。她在家里一定是挣钱、看孩子、做家务、做饭，什么都得无条件的对你好，她不需要从你这儿获得任何的好处。这是你当初的幻想，所以才跟这个女人结婚了，因此才导致现在你对这个女人的全面否定。没有一个人会舍得对自己爱的人去全面的否定，所以说你不爱，这是你的问题。女生呢，当时为什么那么执着呀？长得好看吧，太着急了吧？着急必然导致的负面的影响是什么？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说法了，你太在意别人一定要尊重你哦，一定要给你地位哦。所以说那个炖鸡呀，他的父母不来帮我看孩子，都是你极度放大了对方这些小的问题，所以其实你内心也是自卑的，你怕别人看不起你。凭什么让老人一定要到家里来看孩子呀？凭什么不叫对方的父母爸爸妈妈？所以真正如果说你们要想在一起不离婚的话，能不能爱对方？这个爱不是表面的，是真心实意的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严老师。不要打着旗号说为了孩子好，我真的认为。
涂老师，我听下来就是妻子要吃鸡，丈夫说想吃鸡，就你也配？挣那么几千块钱，家务也不做，孩子也教不好，连我爸妈你都不叫，你还想吃鸡？那妻子反问说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吃鸡？想当初你走了1步，我走了99步，我给你们家生了一大孙子，我一边带孩子，我一边挣钱，我怎么没有资格吃鸡呢？你们考虑过鸡的感受吗？说一句大实话吧。”如果在家庭生活当中偶尔有所抱怨，说你看我在外面多累，你在家里这么清闲，我爱你那么多，你回馈的给我这么少，在家里面有这种抱怨是正常的。但凡是到这样的一个舞台，计较我付出多少，你付出多少，我亏了多少，你又占了多少便宜，这样的夫妻都没有多相爱。你们自己心里很清楚，其实不让你吃鸡的不是他父母，是他。是的。鸡都让他吃了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，你知道吗？他刚才说了句话，让人是震惊的。孩子你要不要啊？我看法院的判决，这显然是一个不足以承担父亲责任的男人。我相信他在跟你谈恋爱的初期，他跟他父母所传达的那种感觉也是，你看，都是这个女的追着我没那么喜欢她。那如果他跟他父母传达出来的是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，你觉得他父母会有多喜欢你呀？因为他知道你在自己的儿子心目当中的位置就那么低，他还给你吃鸡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男生不妨说出自己真心的想法。也许在结婚之后有了一些爱，但是还真的是不够爱。而你呢？女人的身价不是靠自己要来的，吃一只鸡就说明她父母很在乎你啦。当然了，在最开始的时候，也许你认为自己是一种冲动，但在结了婚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我凭空走出的那99步，我所有的牺牲，其实并换不来你对我的愧疚，所以你也没有多爱他。我是真觉得你们两个应该分开一段时间，把这个关系捋清楚，把自己的角色理清楚，想想我要什么样的婚姻，我到底爱不爱他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，谢谢。想过呢，又过不到一起。在一起其实看着彼此都挺烦的，我说的没错吧？离婚呢又害怕，怕什么呢？怕一个人带不好孩子，怕孩子成为一个负担，怕自己挣的钱不够，怕自己不能承担一份责任，当然也害怕别人说你们是不负责任的人。所以才会有说离婚和结婚哪个更需要勇气，才会说出来离婚嘛。而且两个人答案是一致的，就是你们在那么多的观点上是冲突的，但是在离婚这个问题上是那么的一致，说明两位对离婚已经考虑过了。是的，因为我说过离婚，我肯定会考虑这一点。对，所以呢，坦诚一些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刚刚听了这位老师的话，我也知道，我确实对父母不是很好。然后家务呢做的也比较少。你平时其实做饭我也都看在眼里的，但是我真的很受不了你每天抱怨我，老是挑我毛病，我真的需要好好想一想。其实我是爱你的，我是真的爱你的。爱怎么来说？我帮你盛一碗饭，那也是爱。然后，反正你就认为不是爱，但是我认为那是爱。今天我给你送的礼物是女人石，叫16石，也是我在网上百度的。然后他说可以帮助你睡眠，就是证明我是爱你的。其实你
从来没有爱过我。啊，行了，说完了。啊，你到最后还要证明说他不爱你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行，你送吧。还是说怎么着，还不舍得送了？哎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来，请关门。就是这一对夫妻的故事，让人看完以后心里特别不舒服。不是说这两个人不善良，不是说他们自私。不是说他们斤斤计较，当然这对表面上面都有。最关键的是，你可以感受到这对这么年轻的夫妻，他们不会爱，不会表达爱。他们所谓爱的方式就是，我说我是爱你的，我按我的理解爱。至于你能不能感受得到，那是不是爱，我不管。所以其实看的是这一部分特别特别的难受。当然，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来判断说哪一段情感就是相爱的，哪一段情感就是不相爱的。但是至少通过嘉宾们所讲述的事实，我们会了解到，现在的生活对这对年轻的夫妻来说是痛苦的。这两位会怎么选择呢？我们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各位，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来，请亮灯啊！来，祝你们开心，祝你们幸福，祝你们没有争吵，祝你们孩子健康成长，祝你们跟父母早日的弥合关系，啊，我认为过去的错没关系，未来生活的好就行了。谢谢你们，请回啊！谢谢主持人，谢谢天宇老师。他们会选择怎样的日子？是一直争吵下去，还是用一个可以沟通的方式，让日子过得稍微平顺一些？希望他们选择后者吧。好了，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，很多事情他父母和朋友都能想得到我，可是他就是想不到。对我的承诺，他竟然随口答应却不兑现。身为一个男朋友，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已经挺全面的，挺好的了。毕竟也没有什么做男朋友的经验，但是他呢还总经常挑我的毛病，总是会因为在一些我看来不是事儿的事儿总跟我吵架。我觉得我在他心里并不重要，我就想知道到底是我太敏感较真儿，还是他真的不怎么爱我。我个人觉得呢，我们两个人是奔以后结婚去的，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是需要一些磨合。我一直都在去努力的改变我自己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我不够爱他。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他才会满意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方先生25岁，来自黑龙江个体；王女士24岁，来自黑龙江个体。欢迎两位哈，女生是带着气来的哈。对。今天准备干嘛呀？我就觉得心里不在意我。怎么就觉得他不在意你呢？
就是当时我们两个都是在外面租房子嘛，然后我跟我室友合租，他跟他朋友也是住一起。我想说，那我俩花销比较大，而且还养着狗，每天我为咱俩辛苦的付出，然后想说他早上起来给我送点饭都不行吗？就因为这个你就说我不照顾你了？一个小姑娘早上自己整点东西吃不行吗？因为我是为了我们两个，然后辛苦的出去工作，他都说连让他给我送，等回来可以再睡都无所谓。他经常就是我都中午都回来了，他还在那里睡觉，还得我叫他起来。不是那个时候怎么回事？因为我也开店的那个，我早上起来去进货，但有的时候不进货，我寻思晚上开的晚，累了多休息一会儿。我寻思就早饭你就自己解决呗，我哪寻思能想那么多啊？还有之前我们主持人之前去香山玩的时候之前去北京，他父母在北京嘛，那天下特别大的雨，我们从山上走下来，特别的远，水特别大。我本来就是一个特别怕黑，然后还害怕水的人，就以前小的时候有水缸，这么深的水缸，满满的水，看不见底我都会害怕。他自己走那么远，差不多就现在这个距离。没有这么远，最多一半。那我打着伞能看得到你吗？特别的黑，他一个在前面走，我叫他都听不到。不是，我觉得吧，我一直回头看他了，他就觉得我没管他，也没理他。不是，为什么没并排走呢？我特好奇。不是那个时候，我爸开车要去接我们嘛，我寻思快走2步，能看到他车在哪儿，雨很大。可是我打着伞根本就看不见他。行，他说，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，就嫌他，这就所谓的叫不在意或者不在乎，是吧？在细节上让你很不舒服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他经常就是我让他答应我什么事儿，他可以不答应，可以不做，他都是随口就答应我，然后还不做这个事情。我答应的事儿我什么没做？我前段时间囊肿做个手术，不是什么，我跟他说，我说能不能带我出去玩去，然后放松心情再手术。他说行，不管怎么样我就带。我说没钱我借钱带你出去玩去。到现在了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都。你说我之前答应你的事儿什么没做到？不就是现在这件事吗？现在没有能力吧？等有条件以后，肯定带你出去玩。那你就不要说没钱我借钱就带你出去，你可以不答应吧？我不答应你就又不吱声了，又生气了。那有什么事你不能好好跟我说吗？比如说咱俩现在没有条件，没有那么多钱，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会尽力去做件事，但不一定马上就现在。我答应你了，我会去，我会带你去，知道吗？我现在这么跟你说了，纠缠这个干嘛呀？我就觉得他经常就说到不做到。啊，行，经常说到不做到。还有啥？还有一次。他跟他一个女同学一起玩游戏，起的还是个情侣名字。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他把他俩聊天记录删了，没想是删什么呀？所有的都删了，好吧，不是我俩的。我看不出来，你都删了。不是你说这个想表达什么呀？是想表达对这段情感不忠呢，还是表达什么呀？就是因为这件事以后，我俩吵架了嘛。他说那行，那你想怎么办吧？我就说那把他以后就别跟他一起玩游戏了。他说行。后来有一天我发现他跟那个女生小号一起玩游戏，然后我就不愿意了。你不答应我不玩了吗？怎么还拿小号还骗我？这个真的我可以非常详细的给你解释。当时俩号是一起加的，对吧？我之前那天你突然说删就给删了，然后人小号上来叫我玩游戏，我怎么回的？我怎么说？你不可以说我现在玩不了，或者我现在不玩了，你就非得为玩游戏还得跟他在一起吗？我是不玩了，那就给人删了。人家怎么想？那是他重要，我重要啊！我生气，他生气，你觉得哪个重要啊？你重要啊！就离不开他了是吗？什么叫离不开？主任，你说这我还能说什么？后来删了吗？删了，都删了，这不事儿就过了吗？他跟女生就这样也不止1次2次了，还有之前那个前女友，我之前翻他微信还有截图，他截图就是那女生说大半夜，我截的，他自己截的还收藏了，那个女生跟他说，有吗？有截图为证。他跟我说这个截图是因为怕我生气，这句话谁不会误会啊？谁会觉得你是说什么？底下的字儿不知道谁给我截掉了，你自己的收藏我是不知道。我说你别喜欢我，有女朋友。我看见了吗？你收藏什么意思啊？你觉得有人喜欢你很开心是吗？我说我之前那事儿，你说我删聊天记录，然后我就寻思这回给你截下来留着，毕竟是敏感话题，我先留下来给你看一眼。你倒好，你给我看这个能证明什么？证明有人喜欢你，很自豪。不是这个，咱稍微讲点理好吗？从一开始说不在意，这变到了质疑人品了啊！女生又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不安分的男人呗，对前女友是不安分的，对于打游戏的女生是不安分的。总之，他那颗心就没在你身上，是这意思吧？我就是感觉他心没在我身上。不是，我心没在你身上。你毕业2年了，我一直在那陪着你啊。那么好工作我没回去，我在海边为了你开了个店。我要是不是觉得你有些对我好，我能跟你坚持这么长时间吗？每次吵架就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机会，跟你多少次最后一次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整的好像你给我机会，我，哎。那还是我每次求着你们大家在一起一次是吗？每次生气不是我哄你啊。其实他觉得我很多事儿不在意他吧，
我是就是想锻炼他一下，因为他很不自立，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是我对他不好了，然后就是做错什么事儿了，然后就不在乎他了，不想着他了，他总是这么以为。哦，坚持这么长时间，我是真的是喜欢已经不能说了吧，真的是爱。行吧，你们俩其实现在为什么事儿都能吵起来？我就总觉得他没有那么在乎我，就很多事情有一点表现他不在乎我，我就总觉得自己挺委屈的，就不想跟他再继续下去了。我俩来天津的时候还吵了一架。为啥？就在火车上，我说能不能我买点东西，比如卫生间的置物架，因为洗澡的时候买没买？你非得跟我说一堆之后说一堆不行再买吗？我现在真的买什么东西跟辩论一样。不是主任，你不知道他因为怎么的呢？总能花钱买一些破烂儿。我说又不是自己家，你租的房了，你装饰成那样干什么？有用我肯定就买了。那你说，那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火车站，我趴着，看你回去了。你在那生气了，我寻思我趴着睡会儿觉，起来我眼睛看不见了，我就去厕所洗了个脸，我寻思洗完脸回来能好呗，还是猛。然后我就开始按眼睛啥，对面阿姨就说了，哎，还挺会保养，睡醒觉还按眼睛。我说不是，我说我看不清了。阿姨说你闭会儿眼睛休息就好，也许是睡觉压的哪个血管不通了。他呢理都不理，一句话都不带关心的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？每次有时候我俩吵架，他就会找一些话题，然后来跟我就是像找个台阶下。那最后人家阿姨都跟你说怎么解决，我又不是大夫，我怎么知道怎么解决啊？就像多喝热水不一样的吗？我说那话有什么用吗？那我问你，我最后等没等你吗？那你为什么走了？我没等你吗？出了那个火车，你自己就走了那么远，我这样在等你吗？我个儿长这么矮，我出门还踩高跷看着你呗。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示范啊，就是以后你们不知道什么叫为吵架而吵架，想想今天那个场景，你们就明白了。我几乎就觉得你们俩是为吵架而吵架，我没弄清楚为什么要吵啊，姑娘。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我都感受不到他对我的爱，然后感觉他对我不怎么在意。那就走啊！但他这很奇怪啊，这个其实就是问题的奇怪点所在。我感觉不到你对我的爱，为什么我要留着呢？就他还有对我好的地方吗？就比如说之前去哈尔滨，那时候又下雨了，他过河道的时候还知道就是抱着我走一下，因为怕脚沾水。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俩吃东西，他都是。那您今天来到底是干嘛的呢？我就想知道有一些事儿，就包括上次我说的，到底是我太敏感、太较真儿了，还是他真的就是他的问题？不是，我对你的好，你真的都不记得了。我在意的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不在我这边，你不在意我。我怎么不在？我真的是为了锻炼你，好吧？我不善于言表，你知道吧，主任？就是你还不善于言表呢？就是爱嘛，就是对于爱这方面，我不太就是觉得在表面上，因为我觉得表面上很假。哦，所以那你骗我就很真了是吗？真真心心的骗你。这没完了就。你们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打算结婚吗？之前父母已经是在商量要结婚这问题了啊。我总觉得他是不怎么在意我，但有些事情还能让我坚持一下，我就心里也是很矛盾，想离开又舍不得，但是在一起又感觉自己特别委屈。不是谁现在在生活里不吵个架呢？你们俩为什么事儿吵架吵最？我俩的吵架我都不知道很多事儿，因为什么他就生气了，我去哄他也无从下手，他总是生气，一点小事就生气。啊，开始吧，刚处对象还知道我们出去玩，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他照给我们送吃的送啥，还正好拌好个无花果啥的。行，这不重要。问问女生啊，来这儿争个对错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就是如果真的他有问题，他能改，我愿意去跟他在一起。如果是我的问题，那我也会去好好想一想，到底我是怎么错了。我就是觉得他不在意我。好了。但很多事情能印证的地方，我感觉他做的太让我失望了，就是心里没有我。不是你所谓的不在意，你就是刚才你举例的那些事儿，是吧？好了。还有一些平时这些小事，很多都不记得了，我就觉得他心里没有我。哭啥呀？有点事。有你，多丢人啊！你自己擦，我不给你擦。你不要我自立吗？用不着你。说实话啊，这一幕基本我没看太懂。我努力跟上他们思维的节奏，但是我发现我怎么也跟不上，因为女生今天使用最频繁的叫她不在乎，然后再加一个词儿的话叫我感觉她不在乎，于是举了很多生活里的细节，可是她又不想离开他。今天来的目的再重复一遍，告诉我们大家好，是干嘛呀？所以我就是想知道，到底是他对我就是没那么在意，他对我的做一件事。不重要吗？
如果他都是真的是他有这些问题的话，那我就不想继续了。其实是对这段感情在持有怀疑了。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女生不自立，懦弱给谁看呢？男生不自知，谁都不要看。你今天在现场啊，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。然后呢，你自己去看回放，很凶。当然，你女朋友也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气势，可是她毕竟是女生，你刚才的这种态度就让我不是那么的舒服。不管是谁的错，我们就表述客观事实就好，没有必要吵来吵去。不是有理就一定要升高的，这是你今天在现场的问题。第二，我刚刚说你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，但是在面对异性交往的时候，你每次都反问，那他那样，那我怎么说？人家约你打游戏，大号删了，用小号打，那他又约我，我怎么说？我教你吗？我不玩这个游戏了，再见。我女朋友不喜欢我玩这个游戏，谢谢。还有啊，大半夜的微信啊，我怕控制不住我自己。你还问人家，你控制不住什么呢？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控制不住什么呀，你不知道吗？爱你的心哟，收藏起来是每次就翻开看特别爽，觉得自己特别有人格魅力。你看好多人喜欢我，你收藏起来是要给他看吗？不是，你给他看了吗？他如果没查出来之前，没有。就自己在那儿爽啊！我跟女生讲，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，你说我不知道她心里有没有我，我明确的告诉你，她心里可能有你的，但也可能有别人，明白吗？所以你自己去判断。目前来讲，包括之前的她那些事情，她都是有贼心没贼胆，她就是心思特活络。然后在他发生什么实质性问题之前，就让你拍死了，基本上都处于这样的状态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问题，实质的发生。但我刚刚开场的时候我就讲，我说女生一定要自立，饭要自己吃，路要自己走，可以约姐妹淘出去旅行，不要做一个有爱情依赖症的女生。我讲的这段话不是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这样做，是为了让你以后无论是在一起还是分开，你都可以照顾你自己。永远不要在舞台上再让我听到那种，你说我和那个女人谁重要？当你自己和他们做比较的时候，你就输了。所以女人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拥有独立生存在这个世间的能力，无论是吃饭、看电影、旅行还是爱，好吗？听懂了的啊，自己去整理自己的问题。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孙岩老师。来，徐总，刚才我看到一个细节特别让我有感触，我觉得就能解释你们现在这种状态。你看到他哭了，你其实刚才找了半天纸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又肯定在想，这距离有点远，是吧？比上次你独自走那距离还远。你想走过去，哎呀，这场合我能不能走过去？后来你还是走过去了。他说：“哎，别哭了，要给他擦。”他的反应是什么？拒绝。然后他要推你一把，你就回来了，对吗？就反映了，其实这就是你们相处之间的现在的模式和问题所在。你已经失去了对他的耐心。情侣也好，夫妻也好，如果能走长久的话，耐心是非常重要的。甭管对方是撒娇啊，还是考验啊，还是小的问题出现了，你有没有耐心去温柔的对待？如果说没有了，其实你对他的爱就一点一点的在退去了。当然，我们知道初恋的男女都是非常有激情，对不对？那会儿绝对有耐心。你迟到了没问题，你做错了那是我的错，都可以做到。但为什么慢慢后来就没有了呢？一点点的问题立马一点火就着，就是因为你的心呢，要不分的太多了，
一会儿前女友，一会儿又打游戏的，太多了。能不能收一收心？能。我老婆愿意吃水果，川儿他们都知道，特别多的水果。我们出差我要去给她买，每到一个地儿，我们必须要去知道哪有超市，哪儿去买水果。我必须带着性子啊，这就是对她的爱啊。但凡你由心而发的耐心，就体现了你的爱。所有的话归到一个根本，如果你对这个女人有耐心，你们可以走得很远。一旦没有了，前途叵测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严老师。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啊，女生，就是人家追你的时候，你还挺那个什么的，哎，你不就是为了我留下来的吗？你陪我不应该吗？等你一旦确定的说，哎，这个人好像对我也不错，我跟他在一起吧，立马就自我沦陷，是早饭也不会吃了，下雨也怕了。你说你不会游泳，你怕那个深水，下雨那水您都怕呀？听着我都觉得可笑。一旦跟这个男人决定跟他真的在一起之后，就不要自我了。我跟你讲，任何一段情感，我们任何一个人，无论男生女生，一定无论多么的有热情，无论多么的炙热，始终保有自我。你的自我哪去了？如果你连自我都没有了，别人怎么爱你？如果你连自己爱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了，谁还会爱你呢？你看你漂漂亮亮的，年纪轻轻的，按理来说，这男生往这儿一站吧，他外形也配不上你。对不起啊，所以我奉劝你的是，无论你怎样认可一段情感，保有自我，千万不要迷失自己。而男生你也特别奇怪，老管他叫这小姑娘什么的，自己就不能独立吗？你所有跟他沟通的方式，所有和他相处的方式，在现场表现出来都是趾高气扬。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呀？有个漂亮女朋友，啊，天天黏着你，你特骄傲吗？我跟你说，等他哪天缓过神来，发现，哎，我这干嘛呢？我干嘛跟着一对我也不太好的男的，啊，每天还训着我，我找个真疼我的不行吗？所以你也别得意，等他长大了醒过来了，你的位置就不保了。你也好好想想自己究竟怎么去做一个男朋友。好，谢谢严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其实你们两个问题很简单，一人一个问题。男生一直重复的一句话：我如果不爱你，我怎么可能陪你2年？你想说明的是，我是有付出的，我是在乎你的，对吧？女生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你没有把我放在心上，但是你也有对我好的地方。所以你的问题是，我喜欢上了一个偶尔心猿意马，但是有的时候又对我倍加温暖的人，这样的人我是应该放弃还是应该坚持？你是这个问题吧？嗯。所以接下来要先说男生的问题。你自认为说我陪了你2年，难道我还不足够爱你吗？那这就似乎于一点，就是说你付出什么能说明你爱他？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我喜欢手表，那是我心爱的东西。如果我的老婆把我的手表给弄坏了，我还能保持不生气，那我可能是真的爱她。但如果她只是把我的衣服给洗坏了，我依然很温和地对待她，这并不能代表我很爱她。说明白一点，就是你自己最在乎的东西能不能给她，那才能说明你爱她。我不觉得你那2年对于你来说很重要，你不是一个在事业上要求很有雄心壮志的人。你明明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他要的是忠诚，要的是你全心全意，不要3心2意，你做不到，那你就没多爱。你如果是一个对金钱很珍惜的人，但是你没有把金钱给他，你把时间给了他，不能说明你很爱他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所以你觉得你很爱他吗？你明明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他要的就是忠诚和全神贯注，你做不到。但这不否认你对他确实有2年的付出。但你的问题就是，你明知道人家想要什么，你给不了，你还要偏偏说别的，有意义吗？接下来就说你，
很多女生跟主持人都会有这样的对话。赵传每次都问女生说啊，你这男生都这样了，那你还要他干嘛？这女生马上习惯性的就是，那他有的时候对我也很好。但我要提醒你的一点是，我们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好人，没有谁是十恶不赦的人。他当然会有对你好的地方嘛。如果他一点都对你不好的话，你找他干什么？你不是眼瞎吗？所以当你衡量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，就是说，他有的时候对我不好，但有的时候又很温暖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应该坚持还是应该放弃？你就应该抓大放小。就是你在乎的他能不能给你，如果你在乎的他不能给，放弃。但如果你在乎他能给，但他又有一些你不太在乎的小缺点，那我就可以坚持，因为没有人是完美。我很喜欢一个男生，但他好矮，矮重不重要？不重要，我不那么在乎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可以跟他在一起。相反，另外一个女生说这会影响下一代基因的，我就喜欢个儿高的，那他有他的标准，那他就找一个个儿高的。所以你要明白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，你不可能要一个又全神贯注对你，又为你付出2年，又能在水里面把你捞起来背着。所以你要问清楚的就是我要的是什么，他能不能给我，他不能给我我就放弃。如果他只是有一些我不太在乎的小缺点，我可以坚持下去。所以人生就是在追求、放弃、权衡当中追求最大化的幸福，而没有完美的幸福，明白吗？对于男生来说就是坦诚，我就这么年轻，我做不到那么全神贯注，我情商没那么高，我可能就喜欢跟小女孩打个岔聊个天儿，但我也挺愧疚的，我现在还做不到，你就坦诚，你这年纪正常，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好吧，要的是不是能给的？我给的是不是你想要的？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今天的这个思维方式完全是一个很感性的去思考所谓的情感问题。4位老师今天是用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式来观察一段情感，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我所有的纠结就纠结在就这么点小破事，你们怎么就弄不好？这是大多数在争吵当中的情侣往往会提出的问题。就这么点的小破事，我们怎么就不行？所以老师是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去帮你们做了一个分析。老师们说，理性的谈恋爱，可以理性的去推演，这都没问题。但是在情感当中，我们很难做到理性。就我们可以很理性的说一段情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要不然你变得特别强大了，要不然那个情感已经变得不像情感了。像你们这个年龄，在我看来，感受是最重要的。自己问问你自己的内心，你对这段情感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喜欢人家就好好对人家，不喜欢人家就离开人家。爱一个人没有必要委屈自己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。在一起也3年了吧，是有时候你对我挺好的，我不是说我想因为一件小事跟你吵架，我就是想要一个你在乎我的一个态度。我不是纠结小事不放，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真的有我。如果你还是有程度做不了，会因为什么事情骗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。但我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，你不能骗我，任何事我都可以去原谅你。我知道了，还是你哭，我真的很难受。我以后努力去改，好吧？对你的态度，对你的想法，对不起。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哎呀，他们现在这个恋爱谈得好累。恋爱期间，请坦诚一些，对对方，对自己。来吧，我们来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，他们自己会怎么样去做选择。是觉得还可以接着相处下去，彼此给对方一个机会呢，还是就此打住，说我们可以考虑更好的一种生活？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
后想说的这一对儿，就是希望所有年轻的朋友慎重结婚，开心恋爱，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季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是我计较还是他没长大？他作为一个男人呢，整天就是创业，我跟孩子他从来没有管过，他回来衣服一换，鞋子一脱，还得我收拾。那跟他说钱呢，就说我物质，都说嫁了一儿子，我觉得我嫁了一孙子。家庭分工啊，是婚姻生活很重要的环节。看来你们是没有明确好各自的角色，该养家的钱要交，该干的活要干。你不惯着他，他才能长大。再一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